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吴征发言人、周瑜书秘书长、尹乃菁小姐、林玉芳委员、林桃议员。好，北方四岛，哇，俄罗斯跟日本为这个事情呢闹了很久哈。普丁第一次登上有争议的岛，这个北方四岛有争议的岛叫做伊图卢普岛啊，所以呢，日本抗议。而且把日本呢，这个俄罗斯驻日本的大使招来抗议啊。那第一次，这只有南千岛群岛啊，北方四岛的南千岛群岛，高市早苗喊绝不可以接受啊，这领土问题呢是誓死不让的啊。那日本跟俄国啊，为了这北方四岛在哪里呢？北海道在这里，俄罗斯在这里，泽捉岛、国后岛、色丹岛、池武群岛，你看这四个岛就在北海道的旁边哦，在沃赫茨克海。太平洋沃赫茨克海这个地方哦，那普丁跟日本的以前的首相呢，基本上呢就曾经为这个事情呢经常来讨论了哈。那勘察家报道，南千岛群岛哦，那北海道在这里，泽捉、国后、色丹、池武群岛啊。1956年，当时日俄有一个共同宣言，二战之后哦，那这个当时呢日俄复交了。就约定池武岛的色丹呢要交还啊，但是呢，在1993年东京宣言特别讲到要继续谈判哦，那一直到这个你看93到2010、2018、2020、2022到2026，哇，普丁跑去了，奇怪了，乌克兰还在打普丁跑到这边去啊，那而且呢，普丁来还在这个岛上呢大吃鱼子酱。采鱼子酱哇，这个所以呢，日本气炸了去，还这个吃鱼子酱在一个水产加工厂，还把那边的州长叫萨哈林州的州长叫利马连科在那边会见就政治意味非常的浓厚那另外呢，所以日本外相把俄罗斯的大使找来抗议然后呢，这个俄罗斯说呢，毫无依据，你给我抗议什么？这本来就是我们的，抗议什么东西？所以呢，大家都是他的那我们看一下，双手拉着栏杆，73岁的普京登上俄罗斯海军的王牌飞弹巡洋舰“瓦良格号”。瓦良格号是俄军太平洋舰队的旗舰，目前整支舰队正在萨哈林岛附近军演。普京前往视察，甚至公开喊话：军演的假想敌就是日本。Мы не угрожаем Японии. У нас нет к ней абсолютно никаких претензий. Напротив, у Японии есть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претензии. Товарищ Верховный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普京指控北约的力量和新武器系统已经渗透到西太平洋，对俄罗斯构成严重威胁。只是同一时间，美国白宫也释出影片。被俄罗斯囚禁超过4年的前海军陆战队队员吉尔曼已经搭机回到美国。Trump also said that he spoke with Gilman on his way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Gilman had, quote, one request, a really great cheeseburger when he landed back in the U.S. 被囚禁4年，吉尔曼身形消瘦，也无法自行行走。川普po文说，吉尔曼能被释放是他与普京交涉后的成果。The Russian government realized Mr. Gilman should not be some kind of pawn in a geopolitical struggle. 美国国务院强调，没有为事求付出任何代价，也会继续要求俄罗斯释放所有被无理关押的美国人。好，领土问题这个誓死寸步不让光兄，只是俄乌还在打仗，打到这样，干嘛？普丁突然这个使出这一招，他要干嘛？他有这种目的嘛？其实不过他在2个月就。俄罗斯国会大选对，千岛群岛一直都是俄国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啦。他现在在上面部署什么？部署反舰飞弹，可以打这个500公里。那你知道从国后，你刚刚念那个国后那个岛，到这个Hokkaido到那个北海道，只有16公里耶。所以你想看他的部署这种反舰飞弹呢，几乎把这个北海道整个都涵盖在里头了，这个就是攻的方面。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这次他其实去，他也主要是库页岛那边有个演习，军事演习。美国跟日本1年有4个年度演习，泛太平洋演习那个不算，
他们的演习名字都叫什么铁拳啊、利剑啊、东方之盾啊，有4个。所以俄国就觉得说，你美国跟日本这样子的合作对我的压迫很大。为什么很大？因为我们不是俄国人，我们感受不出俄国人对远东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对他来讲就是地广人稀嘛。哦，整个远东地区，俄国的领土有695万平方公里，占俄国这个土地的41%，可是它的人口只有798万人。占俄国人口的大概只有5%，所以对他来讲，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你知道吗？你从这个海参崴坐火车到莫斯科，距离多远？9288公里，你要坐7天，从头坐到尾要到7天。我们现在到高雄去，只要2、3个小时就到了。哦，所以他们在这种感觉上，就是远东是我一个非常脆弱的地方。我要在那里强化我的这种防卫哦，这个我不能放松我的防卫。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要强化他的防卫，其实还有一个目的，他要拉拢中国大陆。从2018年开始吧，到2012年开始，一直到2026年，每一年俄国都跟中国大陆举行联合的海空演习。在海上进行，他演习的地方有时候最远都要到过地中海，到过这个俄国的这个西部的地方。可是绝大多数的演习的地点在哪里？就在这里，就在这边，就在日本海，就在鄂霍次克海这附近，就在东海、渤海的附近。所以对他普丁来讲，过去的5年，他访问北京4次哦，国际场合遇到的还不算。专程到北京，专程访问就4次，对他来讲就是说，我要去访问这个远东地区，我自己的力量可能还不太够，所以他要拉拢中国大陆在这边进行演习。当然，中国大陆也想要这样做，要对抗美日联盟嘛。所以我觉得这里的问题，千岛群岛问题，曾经有一度俄国人告诉这个日本说这样，我还2个岛最靠近你们的2个岛。我保有2个岛，日本不答应。后来就你看，普丁上来，以普丁的那种强人的个性，我1个都不会还给你的。所以这个岛现在是不可能。这里只会俄国在这边的军事部署只会越来越强。他现在驻军是3500到4000人，但是呢，未来甚至还会继续强化。他部署 S300 是它的是这个 V， 大概是 V 型的，是最先进的，可以拦截高超音速这个弹道飞弹的所以这个地方未来的这个冲突点还会有啦，就随着这个日本它的这个军备的这样的一个扩张，让俄国的不安全的感觉越来越严重。那他当然也拉拢北韩他跟北韩签订了大概2024年签订一个广泛的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一方被攻击，另外一方一定要协助所以他也派了16000个人去帮俄国打这个乌克兰这个战争。所以一边是俄国拉拢中国大陆，然后拉拢北韩；一方面是美国跟日本跟南韩都有盟约。不，当然就是说，俄罗斯跟日本的北方四岛争议是长期以来大家都知道嘛。我比较好奇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乌鱼这个鱼子酱哪里不能吃啊？莫斯科鱼子酱多了。对不对？干嘛要到这个岛上来吃呢？还表演给你看所以他一定有他的用意。那俄乌战争现在打到这个地步，为什么普京在这个时候使这一招？大家要注意，他接下来有什么动作？他绝对不是这些人不会莫名其妙跑到这个岛上去了，然后招惹日本抗议干嘛呢？他一定有道理，是要转移焦点呢，还是让你们知道说，除了俄乌以外，我还可以跟日本对抗你们小心呢，不要小看我。到底什么目的大家要看好了那另外呢，在我们东海，老共前阵子发布消息说跟印尼在那边演习。后来就问了，到底怎么回事？我们1年从印尼进口对吧30万移工30万还那个新娘还好几万呢，那怎么回事？印尼怎么会这样呢？那老共，而且外交部就说是老共自己发布的，印尼并没有发布。后来印尼发布了，他说他到俄罗斯以后呢，回程
跟我们的海军呢，跟这个大陆海军呢交会，并不是作战的演习，是海军跟海军船经过的时候都会打个招呼，也算是另外一种演练啊。所以呢，他也没有否认，但是但是强调是跟军事无关啊。那所以呢，老共的这个东部战区先发表说，他的红河舰跟印尼的来字号完成通航演练哦。那另外呢，这个印尼海军澄清说呢，不是作战，没有作战性质啊，那只是一个礼貌性的交会啊。那我们的陆委会强烈谴责，说老共在这个台海呢军事挑衅、破坏区域稳定等等，而且是假演练、真扩张啊。那美国国务院说，也不要放大北京破坏稳定的论述哦，北京就要把这个地方的稳定把它破坏掉。我们看一下，先看一下。洪亮鸣笛声响遍整片海域，中国国防部宣布与印尼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联合操演。所有的通信简语、信号旗语都依照国际标准，有效检验了我们与外军舰艇的海上通信信息交互能力。这次中印联合演习出动中国红河舰以及印尼来号护卫舰，从8月8号日本横须贺港出港，8月11再到台湾东部外海绕一圈，到了8月12才转南向返回印尼。不过，印尼海军也发表声明，操演性质并非战斗性质，属于各国海军途经他国水域的通行惯例，只字没有提到中国。Charlie 2, this is Charlie 1. Echo X-ray 2. 美国国务院对此呼吁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对和平解决两岸没有帮助。我国外交部则是回击中国无视国际规范，将严厉谴责中方不负责行为。我国海军在汉光演习也为了预防中国联合封锁我国海域，玉山军舰模拟载运重要物资商船进行反封锁护航，由永丰级舰开辟安全航道，再引导模拟商船进入重要港口，增加物资转接作业效能。中国与印尼联合操演，刻意曝光中国军舰现身台湾东部海域。台湾汉光演习也强化反封锁与护航能力，双方军事演习隔空对垒。而且你觉得中国宣布跟印尼在那边这个他讲的演习目的何在？现在这个很重要的就在于是说，中国大陆在我们的台湾东部，在我们的汉光演习期间。在我们的这个东部海域，距离台湾很近的这个地方，东部海域很近的地方，跟印尼在这边进行通航演练、交会演练啊。这个本身的这个政治战略意义呢，非常的重大。我们知道这个海军的这个演练啊，它本身就是代表着是一个主权的象征嘛。然后印尼呢，从俄罗斯结束演练之后呢，到了我们的东部海域，基本上呢就承认接受，就是中国大陆的军舰，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东部海域，它有实质的管辖权啊，这是一个实质的一个主权的象征。而且我们这个时间点呢，凑上这个几个讯息来讲呢，就是非比寻常啊。除了我们正在汉光演习之外，然后呢，美国的国防部次长柯伯吉，他正在这个菲律宾正在这个东协进行访问。他11号就在印尼，然后呢，中国大陆呢11号呢就宣布了要跟印尼进行这样的演练，然后呢12号的演练那个结束之后呢，国务院呢发出来的这个声明是说，大家不要呢去扩大北京破坏稳定论而是要呢去鼓励进行和平对话。国务院的这个发言呢，不像是过去他们可能发言就说不要用军事压力呀，什么灰色地带威胁，不是哦，反而是强调的是要扩大鼓励两岸的和平的解决。美国国务院啊，我觉得美国国务院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转变啊，因为呢，柯伯吉呢才刚刚在这个马尼拉发表了那个演说啊。我们绝不离开亚洲，然后强调的呢，还是就是说美国呢，他在
他在所谓的这个东南亚这个地方呢，在这个第一岛链的地方，很多人呢质疑，好像美国说什么说话不算话啦，好像要撤出。他说这都不是事实，这都不是事实，而是呢我们采取的是一个灵活现实主义。哈，我们跟这些伙伴呢改变了过去用这种说教啊，或是道德上的高度，不是，而是务实的跟大家合作。哈，然后呢，你们这些国家呢也都要强化哈你们自身的一个实力。就美国说这个话呢，在这个档口上面呢，其实显得非常的苍白而脆弱，就在于是说，美国川普呢发动了这场呢不应该发动的战争对伊朗，把这个美国的这个霸权呢和美国的这实力呢打空了哈。大家突然呢就看到，就说美国你事实上对于这个真的是中等强权、中等国家啊，伊朗，你都没有办法啊，你不但没有办法采取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制胜的关键，而且呢，打得你这个弹药空洞哈。现在呢，不知道该怎么样收拾这场美伊战争。所以你这个时候呢，回过头来告诉这个亚洲这些国家说，哎呀，不要，他虽然都没有点名了哈，但是呢，他就是说，哎，我们要防止的在这个地方呢，在第一岛链，在亚洲呢，建立的是一个威慑拒止的能力，因为我们要防堵呢，就单一的这个强权的扩大哈，然后它才会真正的威胁到大家。所以事实上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事实上就是说，美国在这个地方，而且是台湾特别要注意哈。我们今天在汉光演习所打造的这些战略，都是依照美国给我们的一个战略。美国今天要我们打城镇战，要我们打这些战，它所框出来的这些考验我们有没有强韧的这个韧性，就是已经在显示，美国对这个区域，特别是对于台湾，它已经没有进入这个战场的决定的能力了。所以，当今天中国大陆，它不但这个海峡这个中线早就已经被它没收了，在裴洛西访台之后，我们说这个海峡中线被没收了，然后呢，国际就塑造一个说，中国大陆要把台湾海峡变成是个内海，现在不得了了。这个东部海域呢，也在他们的这个巡弋的这个范围之内，军舰进到这个区域，印尼接受跟这个中国大陆呢军舰在这边演练巡航。对于整个东协的国家，对于美国当时在背后默许日本跟菲律宾签署这个经济海议，就是一个重重的巴掌。刚才已经讲一点蛮重要的了，就是说美国现在派一堆指导来指导我们的汉光43号演习嘛，哦，那他用的还是美国那一套了，哦，打到最后一兵一卒啊，城镇战啊，派出所装飞弹啊等等。但是呢，美国跟乌克兰在几个月前有一场演习，在德国，美军的一个这个好像南卡的一个装甲旅全军覆没，被乌克兰飞机打得全军覆没。不但全军覆没，而且呢已经没有坦克了，所以让那坦克死而复生，重新再打，从循环好几次，最后整个战车旅，美国战车旅多强大，全军覆没。所以换句话说，美国原来的那一套，美国现在在跟乌克兰学，所以那个战要怎么打？为什么现在新的战争搞成这样子？所以美国也还在学习。那你把那个旧的那套搞到台湾来，这套到底适用不适用？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赖清德哦，这次汉光42号演习哦，到新北双和医院哦去视察我们的韧性。现在都要讲韧性 resilience， 我们到底有多少什么韧？就是人家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到底能够撑多久？这叫韧性嘛。哦，断网那只是小意思了，真的打起战30分钟，那30小时、300小时啊，对不对？3000小时都有可能，看打多久了啊。那到双和医院啊，然后呢，大家比较注意到是古立言也去，侯友宜是因为他新北市长嘛，双和医院在新北嘛，古立言也去。哦，咦，是干嘛？哦 ，AIT 来监军吗？啊，到底是怎样？不过当然说不只是美国啦，说以色列的代表、加拿大的代表，这代表队等于大使啦，哦也来啊，又没邦交嘛，所以呢也陪着跟赖清德一起看，说打起战来，哎，打起战来这些代表我能跑吗？好像也应该待在这里，跟我们这个同生死共存亡嘛哈，让你们看看到时候是怎样啊。那
这个赖清德就说德不孤必有邻，你看看人家美国啊、加拿大代表都来啦哦，所以呢，这些邻居对我们很好哦，多一份韧性就多一份安定啊，所以呢，他们都来了啊。那另外呢，行动网络昨天降速在北部啊，那卓荣泰说要提升防灾的韧性啊，就看你忍耐多久了啊。那另外呢，这个说很多人觉得是扰民嘛，啊，网友就说啊，飞弹会专门挑在上网的人打吗？飞弹当然，飞弹不长眼睛了啊，谁都可能打哈。到底要发多少简讯？所以有很多简讯就警告你啊，警告你啊等等哈。那另外呢，所以媒体也问说，你是到底要验证韧性断网，还是断网以后的韧性？要考验老百姓的耐性，还是要考虑网友的韧性？我们看一下。警报声大声作响，下午2点半，城市韧性演习正式登场，马路净空，捷运停驶，所有民众都要配合疏散。蒋万安作为首都市长，严阵以待，从捷运站、夜市，再到交流道等交通干道，都亲自到场视察。那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一次演练的过程当中，找出未来可以去不断精进改善的地方，让一次一次的演练更加的周延完善。国军全副武装，扛起通讯设备奔跑，徒步上楼，在天台迅速搭建通讯仪器。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9天，自通电军指挥部实施机动微波系统架设演练，而同一天，北部防空演习也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习期间，航班起降维持正常，手机上网速度可能受到影响。建议您多加利用本机场提供之免费 WiFi 服务。北部防空演习包括了双北、基隆、宜兰、桃园、新竹县市，共7个县市。13号下午2点半到3点，只要是用手机想要上网看影片、传讯息，通通不能用。单机网关系，旅客想用电子支付也没办法用，就是因为网络被降速了，行动支付通通卡住。实测桃园机场 WiFi 网速正常，但手机卡到不行。不仅如此，包括搭乘捷运、公车、U-Bike， 甚至超商付款，电子支付也一并受到影响，只能用实体卡。但一般家用或者是机构的网络不受影响，手机的基本通话、简讯、紧急电话功能也正常。当时用机场的 WiFi 啊。我如果关掉的话，我就转不动了。若演习结束后网络仍然有问题，重开手机就可以恢复正常。而如此大费周章，就是要民众可以意识到，若灾害真的来临，通讯受阻该如何应变。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些演习，我们当然就是说提高所有不管是国家的安全，或是在医疗，或是在金融的稳定性，都是应该在平时做好准备。可是说真的，这一次的行动断网哦，我今天早上一起来看到我 IG 的那个通话的栏，你知道谁丢这个短影进来吗？斯里兰卡研究台湾的学者，泰国的国会议员，每一个人都注意到你台湾断网了。然后大家就说你们怎么在，就是你们在断网上测试什么？那我就赶快去看一下行政院的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是为什么？它是参考日本跟韩国说呢，我们要要做这个极端的演练啊，我们政府的应变能力。可是你仔细去看一下，日本跟韩国是桌上的推演、封闭环境的测试，没有一个人他是真正把这个民众的手机把它断网的。所以我就写了一个英文，我就说哈，日本、韩国跟新加坡是 simulated 那个网络的消大，我们是 actually， 我们直接把它砍掉。哇，下面一排笑，就是为什么？就是人家你去参加日韩就不是这样嘛。所以我觉得昨天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哦，如果要谈细节的话，第一个，为什么家里的路由器 WiFi 可以？那很多的直播继续，然后外面的行动网络就断掉。那你要测试什么？你要测试金融的。你原本跟大家讲说医疗跟金融的衔接度，那如果有一半的人可以上网，一半不能上网，你要测试什么嘛？然后第二件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你看到德国跟美国，人家在测试的时候是重点的测试，政府如何将紧急的警报送到民众的手机、电视跟广播，不是模拟断网。所以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没有这样搞，只有一些独裁专制的国家会直接说，那我来测试把我们国家的人的手机全部断掉。那原本呢，行政院出来说明说没有啦，我们只是降速，大家还可以用大家的手机。
昨天全台就北部的民众都知道，但不是降速，那直接断网，所有的手机全部都是不是转圈圈，是全部挂掉。所以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行政院还是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的金融韧性增加了什么，我们的医疗增加了什么，我们的重要的将领在联系这些军事的策略的时候，我们国家增加了什么样的经验，而不是造成扰民的状况。那我觉得另外一个部分也让我想起之前选举之前。不是说有一个飞弹飞到台湾上空，然后每一个人都接到这飞弹的这个手机啊，你就知道国家机器有多大，它大到它所有的手机把你断掉，而且不同的地区可以精密的切，然后家里的路由器跟商业可以密集的这样切，哇，国家机器好大！我真的觉得民进党政府很厉害，在网络的管理，在中介的部分，在这种训练的部分，他们正在测试他们最重要的决定。我觉得是这样啊，这整个所谓的韧性演习啊，被讨论最多的大概就是刚刚大家在讨论的，就是到底是断网还是降速了。那民众的反应很大，因为就像我自己的手机，其实从上个礼拜开始就不断的演练断网的时候的那个感觉，所以我们整个党部的同仁讲说，这感觉像地震警报，一直来，一直不断的告诉你，原来不是地震。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倒是觉得这个时机点这个配合着赖清德总统在高雄讲说北赖和会议要介选了这个时机点让我们不得不应该是选举又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想到就是说，一直把民众往前推，一直推，我就刚才修台，但是看起来除了备战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今天唯一听到的好消息是，劳庆林县长终于不用被罚。好了，终于沉冤得雪，要去卖芒果卖到被罚。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很难理解政府现在到底要叫民众往哪里去啦。好，这件事情其实很难讲清楚，也无怪乎有的民众会觉得说，奇怪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好像赖总统就不太会选举了。他这个时间点的契合，让我们觉得，当然国家该不该演习，当然应该啊。可是就断网降速这件事情来讲，坦白讲有点瞎了。因为演习完了，就像林涛刚刚讲我们学到什么？我们在北医嘛，赶快在胖啊，路嘛，赶快在行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大概，但是我觉得以现在的政府大概很难讲得清楚了。我觉得很难讲得清楚，讲不清楚。不过我觉得这个讲这次整个城镇韧性演习呢，其实。我们就是要预演各种可能会发生的状况，这当然是针对网络做一个限速。那不过其实包含说秘书长刚才讲说这次学到什么，好像感觉就这样过了。不，其实那就表示说，在这里面有很多包含我们的政府公部门各单位，其实在这里面想办法让我们社会的运转不要出太大的状况。包含我们之前提到的，你在这个网络限速过程中，如果有人要这个交通运输工具、大众运输工具来出站，那网络上要限速的时候怎么办？那包含在这段时间里面各个医疗单位，如果网路限速，他们能不能还要正常的交换讯息？所以，我想这个都是整个演练的一环了。那当然，为什么政府要一直发通知？因为真的还是有民众不知道。我昨天在网络上看了一个片段，是大概台北市在永春站附近，其实有一个妈妈就是很焦急，她要送女儿去这个游泳课，可能快要走到了，可因为那时候演习开始，她就过不去。她说：“你就让我过去，就让她去上课考试嘛。”可是当时那个远警也是跟她讲说没办法，因为我们现在要演习因为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演习当中，如果你是不配合，一定要穿越的话，其实要开罚单3万到15万。我想这个妈妈应该不希望被受罚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讲回来，就是说，那这个城镇韧性演习，那大家会觉得说你这样演。有用吗？就是那你这样，万一今天真的战争发生的时候，可能也不一定是这个状况。对，可是我觉得一直以来，我们政府都是要在让大家有防灾防患的这个意识里面，跟社会的运转之间取一个平衡嘛。那其实就像以前我们有万安演习啊，你说万安演习也是每年半个小时在马路上不能走，那可是公司大楼里面还可以办公啊。那这样讲的话，也说，战争来的时候怎么可能外面不能走路？里面还可以办公，里面可以上网。但我们就是要在里面求取个平衡嘛。所以大家有人要去检讨说你这个演习是不是对这个战时或是灾时的模拟情况还不够真啊？你应该让大家有更明确的指令，要更知道要去哪里疏散等等，我都同意。但是我觉得防范未然，在平时就尽量把这些防灾的观念让大家去了解，其实都是降低万一有一天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造成灾害嘛。赵先我一句就是今天汉光演习结束，然后呢，我们的汉光演习来了一个大陆的这个艇，
把我们的什么韧性，什么通通都打破了。3个人只抓了2个，1个还不知道跑哪里。都打破了。然后我们还演练说被封锁的时候呢，被那个大陆的这封锁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偷运物资？然后呢，这是第一个艇来，我们的海防到哪里？我们的韧性在哪里？中国大陆跟这个解放军跟印尼在这个东部，我们的东部海域通航演练，我们的整个的东部的海域就被东盟最大的印尼龙头国印尼承认大陆对我们的东部海域有主权管辖权。我们在演练从兰屿这边来什么要协防兰屿啊，跟攻势。我们的政府要严肃的面对我们的这个问题。柯博吉如讲那个美国那个国防部的那个次长柯博吉，他今天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是说，他今天当美国在中东打了哩哩啦啦的时候呢，美国已经没有办法应对2场的这个战争，你现在还在对这个东协国家第一岛链的这些国家来宣传你的威慑拒止的这个战略，在我们的这个区域里面，你现在大陆的这个兵力的所可能够涵盖的这个范围，从台海到南海、东海，然后整个这样的延伸，俄罗斯普丁又在这个北海这边，又在登了这个北方4岛，日本有事，台湾有事，日本都自顾不暇了，台湾怎么办？这才是我们要真正严肃面对的问题啊！休息一下再回来。